客厅养蝴蝶兰有3大禁忌，不是迷信，花旺、人财旺、家更旺。蝴蝶兰的养护与家运有什么关系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家运旺，养什么都旺。相反，家里的植物都养不好，或者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，那么也会影响家里的运势。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豪宅里面相应的位置都要用恰当的花架，也要放正确的植物，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盆植物是枯萎萧条的。比如香港首富李嘉诚79楼的办公室就摆了6盆蝴蝶兰，而且盆盆开花不断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首先请记住，风水学来说，蝴蝶兰五行属木，能压制厄运，所以在家里养殖蝴蝶兰能起到很好的声旺招财的作用，让家里的运势火旺，财运也会一直伴随左右。但有3个地方不但不能招好运，反而会散财破运。快看看你家有没有？如果你也养花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吧。禁忌1：无光客厅，阴气聚财气散。客厅无光或者光线不充足的话，属于阴煞特征。这样的客厅因为光照太少，所以蝴蝶兰的长势一定不好，进而影响家里气场，影响家运。这也是老话常说的花萎财气丢的主要原因。那么是不是无光的客厅就不能养植物呢？这里请注意听，无光的客厅可以养多肉植物的12卷，比如寿、万象、玉扇等这些植物，寓意又好，又不需要特别多的光照，也长得饱满晶莹，而且打理也简单，每天只要给它喷点水就可以。禁忌2：强光客厅，反光煞健康衰。为什么强光的客厅或者光照充足的客厅位置不能养蝴蝶兰呢？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识，因为蝴蝶兰是喜欢散光的环境，强光的话会让蝴蝶兰黄斑、焦痕或者叶间干枯，甚至会出现脱水死亡的现象。花都养死了，运气也就随之带走了，毕竟花旺人财旺，花不旺人想旺也难。这类客厅想要花长得好的话，可以养长寿花、沙漠玫瑰、多肉植物这类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。尤其要记住，如果想要化解一下反光煞的话，可以养仙人掌、吊兰或者常春藤等能阻挡反光煞的植物，但蝴蝶兰就尽早放弃吧。禁忌3：正对卫生间，浊气伤花更伤运。卫生间常常是湿气、霉菌和异味的集中地。实验室研究显示，卫生间周围的霉菌孢子浓度往往比其他区域高出300%。这些霉菌孢子对蝴蝶兰的根系有极大的侵害，特别是氨气会腐蚀其根部，导致植物枯萎。重点是从风水学角度来看，卫生间是晦气的来源，直接面对卫生间门的地方，气场会变得浑浊，影响家里的健康和运势。特别是对于学业或事业重视的家庭，正对卫生间门的地方，影响最大的就是文昌位，这对学生家庭尤为不利。如果你的蝴蝶兰正好放在了这个位置，可以使用水晶帘来隔挡煞气，或者改用垂钓式的蝴蝶兰盆景，这样可以有效化解风水上的不利影响，同时保护植物的健康。上面说的内容觉得有帮助，记得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哦。那么蝴蝶兰放在哪里才能让它发挥100分的风水作用呢？悄悄记下这2个位置，会给你带来惊喜的效果。第1，客厅的明财位。客厅的明财位，也就是大门对角线的位置。90%以上的客厅明财位通常光线柔和，通风良好，非常适合蝴蝶兰生长。在风水学中，木生财，而蝴蝶兰属木，所以放在这里有助于催旺家中的正财。为了增强蝴蝶兰的风水效果，可以选择红桃盆来搭配，这样可以强化火元素，促进木火相生的局面，帮助家里财富滚滚而来。第2，客厅东南角的贵人位。客厅东南角通常是家中阳光最充足的位置之一，但又不会受到暴晒，光线适宜，有助于蝴蝶兰的健康成长。早晨的阳光照射可以帮助蝴蝶兰吸收足够的光能，促进其生长。东南方位被认为是贵人位，有助于事业的发展。将蝴蝶兰放在这里，能提高家庭成员的事业运，尤其是对于正在奋斗中的人来说，这个位置有助于吸引贵人相助，增加事业机会。据北京故宫的研究员说，当年明朝、清朝的皇子书房东南角都是摆放蝴蝶兰等兰花。老话说得好，家旺人财旺，人旺花财旺。同样的道理，花旺人也旺，人旺家也旺。
所以家里的蝴蝶兰养得旺盛的话，也预示着家里的运势很好，或者正在变好。接下来就说说养护蝴蝶兰的7个禁忌，尽早避开吧。1. 忌用水苔养。我们买的蝴蝶兰90%都是用水苔养的，水苔保水性能非常好，如果放到通风好的环境当中，它的水分会快速的被蒸发掉，但是在室内它保水性能好，储存的水分不能够快速的干，就容易引起烂根的情况。你可以找一个干水苔放到水里去浸泡一下，然后再拿出来用手一攥，肯定会流出很多水来，这样的条件下植物非常容易烂根，肯定是养不好蝴蝶兰的。那为什么大棚里能养好呢？因为大棚都是用非常小的花盆直接栽种，环境又四面通风，这样的条件浇上水1-2天就干了，它肯定不会烂根。你家是不是用水苔养的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2. 忌用大花盆。好多花友买到蝴蝶兰栽种的时候，直接给它换到一个大的花盆里去，这样的操作无疑判了死刑。因为蝴蝶兰的根非常粗，跟兰花根系差不多，但是比兰花的根系要少要弱，所以如果直接栽种到大盆里，浇水将是你日后最大的难题和挑战。其实蝴蝶兰用小盆养才是最靠谱的。比如你买的盆栽是10厘米的，那么最适合的花盆是12厘米。如果你买到的盆栽直径是12厘米的话，那么口径15厘米的花盆最合适。3. 忌多棵一起栽种。有好多花友买蝴蝶兰不只买1盆，一下子买上多盆，然后将它们种到一个花盆里，这样开花的时候五颜六色，非常的漂亮。栽上以后，它的花都已经开起来了，摆放到一起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后期它如果想要生长，合不合适呢？答案肯定不合适。毕竟蝴蝶兰每一颗和每一颗根系长势不一样，强弱不一样，按照同样的条件去浇水，它根系发达的就能够长得非常的快，根系弱的就会出现烂根的情况。这也是商家出售的时候很少看见多棵栽种在同一个花盆的原因。专业的商家都不敢挑战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少尝试才安全。4. 忌光照过强。蝴蝶兰它不像其他的开花植物，在开花的时候要放到太阳光底下去，才能够开花开得多，开得久。它是一种喜欢散射光照的植物，在大棚里催花的时候都是用遮阳网去遮阴的。所以我们在家庭中养一定不要放到太阳底下去，如果放到太阳底下去，它正在开花会减短花期，如果它还没有开起来，放到太阳底下去会导致花杆干枯，甚至叶片发黄停止生长的情况。当然也不要过度阴暗，如果过度阴暗，它长势也会弱，花芽也不会分化。一般早上9点之前有2-3个小时的光照是最理想的。5. 忌干养。好多花友在家中养花，害怕出现烂根的情况，就不敢去浇水。蝴蝶兰它是属于粗根系，所以它的根系一旦出现干瘪，很难恢复，大部分都会干枯而死，而它的根本来就不多，所以极其容易偶尔干了一次后，整盆都枯死的情况发生。在家庭中尽量的保证土壤的湿润，用小盆透气性好的土壤，土表干了及时的给它浇透水，这样就能够让它根系长满盆，快速的去吸收养分长新的叶片，快速的去吸收养分去长出花剑来开花。6. 忌肥大。这里所说的肥大并不是不让我们去施肥，而是施肥的浓度要小一点，切记不要肥料的浓度过大，因为蝴蝶兰根系并不是很发达，而且没有毛细根，我们用上肥料以后，它并不能够快速吸收，只能够通过吸收水的同时吸收一下养分，所以如果施肥的时候用的肥料浓度过大，导致它一次性粗根吸收过多，本身粗根里边是储存着养分的，最终就会出现烧根烧叶的情况。我们养蝴蝶兰施肥要秉着薄肥勤施的原则，肥料浓度调低一点，次数可以多用几次，比如1个月给它2到3次。7. 忌温度过低。蝴蝶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喜温暖的植物，如果温度低于5度，它就会出现冻伤甚至烂根的情况，而出现冻伤的现象就是叶片变黄甚至萎缩，花蕾会受到抑制，可能导致提前掉落或未能开花，严重时甚至会死亡。记住，温度在15度以上才能够正常的生长，正常的去开花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养蝴蝶兰，要保证放到温度合适的位置，千万不要温度过低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
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